紅一、紅二、紅四方面軍都有，為什麼沒有紅三方面軍？這背後到底藏着怎樣的隱情？說起長征，那真是人類戰爭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翻雪山。过草地，多少戰士倒在了荒草灘裡，那皚皚白雪之下埋着的都是共產黨人滾燙的熱血。三大主力最後成功會師，這才有了後來的新局面。可有些細心的朋友就納悶了，我們編組部隊向來爱按順序排，紅一、紅二、紅四都有了，為什麼就跳過一個三呢？其實名義上沒有紅三方面軍，但它卻一直存在着，而且在長征路上還發揮過關鍵作用。要弄清楚這事兒，得先追根溯源。起初共產黨並沒有設立方面軍，是以中央蘇區為核心，各地起義部隊建立根據地，發展那是相当迅猛。資料統計，中央蘇區鼎盛時，面積高達 8.4 萬平方公里，紅軍約13萬，群眾支持超過450萬，那真是飽受壓榨的工人農民，甚至在舊軍隊裡混飯吃的士兵。但凡接觸到了革命思想，紛紛棄暗投明，眼看勢頭越來越猛，國民黨調集重兵圍剿，生死關頭，中央決定將部隊整編為方面軍，紅一方面軍。也就是中央紅軍由第一、第三軍團組成，朱老總任總指揮，毛主席擔任政委，彭老總是副總指揮。紅二方面軍來自湘鄂西蘇區，賀老總任總指揮，政委是周逸群。賀老總年輕時2把菜刀鬧革命，那是出了名的傳奇，而周逸群是留學生黃埔畢業，他還是賀老總的入黨介紹人。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蘇區的主力組成，總指揮是徐向前，政委是陳昌浩。按說這順序排下來，接下來就該是紅三方面軍了吧？當時確實在規劃，本打算讓彭老總做總指揮，可彭老總這人實在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現在成立紅三方面軍，為時尚早，我們的兵力本來就不多，不如集中起來提高戰鬥力。毛主席等人也認可了這個建議，於是就先成立了紅三軍團，後來負責攻打長沙。可計劃沒有變化快，第5次反圍剿失敗了，紅軍被迫戰略性轉移，長征一路上邊打邊撤，不僅要防着國民黨的重兵追擊，內部的思想還有衝突，再加上雪山草地，那惡劣的自然環境簡直是內憂外患。那時候原本計劃編入紅三方面軍的7、8、9、10軍團全都併入了紅一方面軍，負責保衛中央。彭老總提議不着急組建紅三方面軍，目的很明確，就是把所有力量攥成一個拳頭，保護中央核心領導的安全。你想啊，長征路上毛主席、朱老總這些人的安危就是全軍的命脈。敌人不僅是明处的蒋介石，還有內部思想路線的鬥爭。在這種九死一生的局勢下，把那幾個軍團分散出去，自己成立一個方面軍，顯然不如直接併入紅一方面軍來得穩妥。所以名義上紅三方面軍沒有成立，但紅三軍團一直都在，從長征一路打到全面抗戰，再到解放戰爭，他們都在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。雖然番號沒掛出來，但這支部隊的犧牲與貢獻歷史可一筆都沒有落下。